发现者方程爆打液体。方程爆查打液体三光夜视热像仪。这什么东西啊？好像没有说多屌嘛。但实际上你用过之后，我真的觉得这个东西有点变态，你知道吗？上面会有一个小红色方块的东西哦，这个东西真的是非常变态。它是什么？乐园追踪，用过都说赞。新农场企业、香藤企业高价收购你的纸。本频道由 Rhino 现代战场场地提供。美发多暴击 ，BD 暴击 BB 弹。好想破千赞啊！在上一次的夜视镜的开头呢，就有说过，这次金门的活动方有找我参加此次的同岛一命决战金门的活动。他除了邀请我参加这次活动，还给我这个新玩具热显像。那这次热显像不一样，它不是挂在头上，它是直接挂在枪上，又或者是手持的方式去看比较远的距离，因为它没有1倍距，它是至少是3倍、5倍起跳的。没关系，我后面再直接开箱跟大家说明它的功能有什么。我觉得拿到这个东西真的是非常的。用过都说赞。那这个外箱我们可以看到，它就是很简单的 Discovery 的标志在上面。打开给大家看一下。哇，就直接看到一个说明书，上面就写什么发现者方程爆打液体。方程爆查打液体三光夜视热像仪，那里面的说明书呢，就是给你彩色的说明，然后还有一些很详细的教学，仔细看你才会操作。像我这种不喜欢仔细看的，会看的会有点头大，但边看边操作，你会大概知道哦，原来是这样子用的。一开始就觉得这什么东西啊？好像没有说多屌嘛。但实际上你用过之后，后面我会有一个给99他去使用的时候那个过程。他用过都有点不太想要还我了。那打开的话就是直接看到本体这个塑胶打开，里面就是它的配件、传输线、附加的电池、充电器、蓝牙的快门、对角扳手，然后这个增高座、手持握把。那这个呢外观呢基本上就是长这样子，跟大家讲一下哈。上面的部分呢这个是热显，那下面的部分呢就是一般的摄影以及它的数位夜视镜，这边就是 IR 补光，然后还有一个雷射，然后这个忘记是什么了，反正好像有个测量距还是什么的，功能还蛮多的。那它的按钮呢，基本上非常清楚。如果你对照着说明书观看边操作的话，你大概就会了解。首先呢，外观开始讲，这边有一个这个盖子，把它打开，它就是 USB 线啊什么的，做一个传输跟充电的。你要纯电池充电的话，也是可以把这个盖子转开。OK， 它就附一个18650的电池在这边，你可以用一般的充电器充也可以，又或者说你插上去充也可以。那这个洞呢，它不只是可以充电之外，它也可以做传输。然后这边要讲一个比较需要大家注意的事情了。上一次我借99之后，我要说我要这个你拍的影片传输给我，要换记忆卡什么之类的。因为我记得它这个好像是内建一个32G， 这边有记一个32G， 所以它容量没有很大。那应该是它的这个里面的记忆卡可以换吧？它的记忆卡的位置就在这边，这边只要翻开就可以看到它的记忆卡。但是建议各位不要拆，如果有仔细看我们的画面的话，会看到这边已经有裂痕，就是我们已经拆过了，不好拆，拆不下来。你要是拆错了，它就坏了。2万多块东西你就少了一个录影的功能了，所以还是不要乱动好。如果你有相关背景的话，是可以去处理的，但是你没有相关背景的朋友，就是建议不要乱动，又或者说你找那个有相关的电子科的背景的朋友再帮你去处理。这个呢，开关机键很简单吧，就长按。它就打开了。那我们可以看到它有几种模式哦，这个就是热显的部分哦，有分红热、铁红色、白热哦，有很多的功能可以去做选择。按这个填字，它就可以切换模式了。那现在是彩色画面，那如果长按右键的话，它会变黑白画面了。如果你要调远近的话，就是一样调这个左边这个按钮前后，它就可以调整它的远近了。那如果是要调整它的这个清晰度的话呢，侧边有一个这个旋钮哦，跟我们的调距镜一样，它就可以调整它的那个焦距。假如说这个摩托车哦太糊了，那我们把它调整一下啊，就可以拍到它的这个比较显眼的轮廓了。因为夜视功能的话，它还有一个就是补光嘛，就是这边有一个 IR 灯，那一样是切右。
右，我记得切右啊，不然我们看到它有变亮，应该有看到有吧？有，它有好几段的补光啦，应该有看到。哦呦，有，你前面这样有看到了。另外一边的话，它还有一个这个是雷射啊，通常应该是切不到雷射啦。那只讲一下，就是这个长按就出现雷射了。一样长按它就关掉了。那另外一个，如果有买的话，会比较常用到就是这个拍照键哦，短按就拍照，然后长按呢就是录影，就开始录影了。这个会比较常用到啦。那另外的话，这一款不是它的夜视功能厉害，主要是它的热显像。夜视功能我觉得像是辅助的，除了热显像之外，它有一个很变态的功能，调好了无往不利，但是需要一点。公式带入进去，就是先长按这个按钮，长按进去呢，它会有其他的设置，然后点入这个轨迹计算的计算模式，然后简易计算参数，就点进去，这边都会有 BC 系数啊、初速多少、抛射重量啊、归零距离、开高度啊，这个东西呢，基本上如果你有依照上面的参数，你输入你的数据进去的话，它后续会有一个预测，你就是秒多远的距离，再去预测它的落单点在哪里，基本上是80%-90%以上会中的。但是先跟大家讲一下，有 Hop 的像我们这种 BB 枪会比较困难一点，因为它计算的是纯抛物线的那种弹道学，它没有计算到我们的有 Hop 系统的，所以如果要再另外把 Hop 系统的这个参数进去的话，可能会叫去做些调整，可能是它的归零位置啊，又或者说它的参数要重新另外去做计算。那再来就是它还有一个标线的部分，标线点进去，像刚刚看到的热成像，它有个标签啊 A 啊 B 啊什么的，像这个标签 B 就是99设定的 ，A 也是99设定，都是给它用就好了，所以我也没有特别动，他跟我借我再给他用这样子。那再来的话就是热显跟夜视是不一样的实质，所以两个镜头你都要重新各归零一次才可以去做快速的设计。怎样去做它的快速的归零呢？我真的觉得这种东西有点变态。就是说呢，如果你今天去打靶哦归零了，发现如果我们的打下去的位置是在这边，在右下角的话，那我们可以长按这个十字线哦，长按。OK， 未冻结，再点一次就冻结了。那我们去调，就是把它往下哦，有没有？有，去对到你的刚刚的落单点，对下去之后呢，再按一次未冻结。好，结束，退出来。它这个位置就是你的刚刚归好的落单点，基本上刚刚我归零的时间不到30秒就可以做好一次归零了。这个是夜视功能的部分，我们再把它切到热显像部分，也是一样，就是直接按这个。然后再直接上下左右去调，因为这个是99用的，所以我现在不调，就直接跟大家讲一下它怎么设置而已，就是这样子。那可以看得到，在这个上面会有一个小红色方块的东西哦，这个东西真的是非常变态。它是什么？热源追踪。你今天就是打一个目标，这个热源追踪就发现要下一个目标跑到哪里去的时候，它这个小方块就会去找那个目标在哪里，你再跟着小方块走，你就可以找到下一个敌人了，非常的 OP， 非常的外挂。如果依照夜视镜的价格下去算的话，它的价格算便宜，超过2万多块。因为这个功能太多了，我讲这个说明书的东西全部讲不完。它的功能非常的多，非常赞。对我们来说 ，CP 值真的是非常高的东西啊，很真心推荐给大家啦。一样，我们的红心也有进，因为这个东西呢，毕竟它的单价高，所以我们进也一次进1个2个来当现货。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呢，就是可以先预定，然后我们再叫进来再卖这样子。那关机非常简单，就直接长按就直接关机了。然后它可以用手拿，然后也可以直接装在枪上，然后做一个寻找的动作，因为它有一个白天的彩色的功能，跟一个夜视的功能，还有一个是热显的功能。基本上你装这个就不用再特别装狙击镜了，除非有一个方式啊，就是因为它还有一个缺点，就是因为夏天的地表的温度，人的温度会跟地表融合在一起，反而会不好找人。那这个东西在夜战你用在热显像的话，会非常好找人。白天呢，大家可以去用你的自己的狙击镜，又或者说你拿这个，然后用彩色的萤幕去找人 ，OK 的。但是白天用热显很难找到人，你要在一个温差大的地方，你才会比较好找得到你的目标在哪里。非常建议是在夜战的时候用热显的方式去找你的目标物。那当然，一定会有人说啊，这个镜头如果是打坏了怎么办呢？它有没有保护盖呢？有，它也有卖保护盖，一个800块，不便宜啊，真的不便宜。但是800块保证你的这个镜头不被打烂，我觉得是可以的啦。OK， 它是有一个蜂巢保护盖的。那今天我也没带来，放在我家
家了。反正我会放在这边啊，给大家看一下就知道了。那差不多在这边啊，它还有其他更多的功能，时间上这种时间讲很难讲得完啊。大家可以去上网搜寻这个型号，上面会有许多人教你怎么去做一个快速归零，或是开一个弹道计算的设置这样子。奇怪，都怎么玩那个生存游戏，玩到后面都要学数学。不过也好，寓教于乐，透过游戏的方式让自己的数学变得更好。好啦，就这样子啊。那今天影片就到这边，喜欢这部影片的话，记得订阅、开启小铃铛、选择全部通知、按赞以及分享。那如果他秀香的话，可以在 IG 或者 FB 上面私我啊。对，不要忘记热推也帮我按一下，如果出现的话啊，就这样子啦。那我是沃哥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好心的大爷们呐，都来我这个小频道呀，不懂内也点个赞呐。